Hi， 大家好，又係 Patrick 同大家講金同埋銀啦。金磚國家峰會剛結束，金磚國家嘅數字貨幣咧有新嘅建議喎。呢個建議對黃金有啲咩影響呢？我找到咧有神秘嘅力量繼續推動白銀上升。究竟呢啲係咩力量呢？事不宜遲，現在請大家細心欣賞2024年10.4期嘅金銀週報。截至10月19號，美國申請失業救濟人數咧較前一周減少15000人至227000人，為呢個月以嚟咧最低嘅水平，遠低於市場嘅預期242000人。呢一個下跌咧進一步表明美國勞動市場對聯儲局限制性嘅利率仍具有相對嘅彈性，從而增加咗人們對聯儲局喺即將做出嘅決定中咧不會採取更激進降息嘅措施。FedWatch 工具顯示，聯儲局喺11月7號再次降息25個基點嘅可能性咧為 95.4%。最近一個星期咧，美國指數升跌不一，美匯指數升 0.86 報 104.32， 道指跌1161點報 42,114 點，標指跌56點報 5,808 點，納指升27點報 18,518 點，黃金升21美元報 2,748 美元，白銀跌 0.01 美元報 33.77 美元。2024年金磚國家峰會咧喺呢個禮拜喺俄羅斯舉行。就喺峰會開始之前咧，喺莫斯科舉行嘅金磚國家商業論壇上咧，討論咗一個名為 BRICS-Pay 嘅計劃。呢個係一個建議嘅基於區塊鏈嘅支付系統，並定位為呢個可用於零售同埋 B2B 使用嘅，能夠促進跨境支付。金磚國家將利用自己嘅網絡挑戰 SWIFT 銀行嘅資訊系統，以規避西方嘅制裁，同時減少對美元嘅依賴。據了解，匯豐銀行、中國銀行、微信同埋支付寶以及印度銀行、旁遮普國家銀行、巴西銀行同埋巴西儲備銀行都已簽署之前金磚國家嘅支付協議。俄羅斯總統普京喺呢個金磚國家峰會上咧推動呢個發展嘅，透過各自央行連接嘅商業銀行網路嘅提議。同時俄羅斯咧提議使用區塊鏈技術嚟儲存同埋轉移由本國貨幣支持嘅數字貨幣。普京更表示，使用數字貨幣咧對發展中嘅國家進行呢個國際投資嘅可能性。我初步理解咧係各國均可用本國嘅數字貨幣喺區塊鏈上進行呢個交易。呢啲數字貨幣咧並沒有同呢個黃金掛鈎。由於呢個峰會咧剛剛結束嘅，遲啲咧我會做一個金磚國家峰會特輯，作全面嘅分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喺最新嘅全球金融穩定報告中提到，基於全球貨幣政策將繼續放寬嘅預期，金融環境保持寬鬆，新興市場咧仍具備抗風險嘅能力，資產價格嘅波動喺總體上咧維持較低嘅水平。看似寬鬆嘅金融環境咧，近期風險可控，但也促進咗脆弱性嘅累積，例如資產估值處於高位，全球私人同埋政府債務攀升及非銀行金融機構加大咗槓桿嘅使用，加上地緣政治相關嘅風險，呢啲因素或會放大負面嘅衝擊，從而加劇未來下行嘅風險。喺高度經濟不明朗同較低金融波動之間，反映出金融同呢個實際經濟咧脫節日益嚴重，故呢種放大效應咧出現機率咧已經有所增加啦。成功預測1987年10月股災而一戰成名嘅華爾街傳奇交易員坡王對美國政府目前嘅財政赤字咧，以及兩位總統候選人承諾增加開支作出警示。除非我哋認真處理開支嘅問題，否則咧我哋好快就會破產噶啦。佢擔心政府開支可能咧導致債市出現大幅拋售，令利率飆升。佢分享自己咧係持有黃金同埋商品嘅，而不持有美債同埋公司債呢類固定嘅收益資產。如果你睇到呢度，你仲未訂閱嘅話呢，請你訂閱，俾我點讚，
同埋按下鐘仔。我喺度呢，想同大家互動一下，我希望呢集可以得到1000個 like， 咁大家識做啦。歡迎大家留言睇廣告，並將呢集分享俾你嘅朋友，多謝大家支持。中東局勢緊張，加上美國總統大選臨近，貨幣政策同埋經濟前景皆不明朗，避險情緒升溫，推動黃金白銀創新高。上個禮拜五黃金成功突破2700美元上方，咁樣2750美元呢就係下一個上行嘅目標啦。黃金穩定咁攀升，大選前呢可能觸及2800美元，3000美元呢係今年最終嘅目標，但現在可能呢還為時過早。我們首先呢係得到修正嘅，呢個對金價直線上漲嚟講呢並不是一個好兆頭，它仍然可能走高至2750美元。並保持負背離，但它表明回調即將到來。呢個星期開始輕微回調啦，並且喺今年可能會見到較深嘅回調，最高可能達到2450至2500美元。白銀嘅漲幅一直落後呢個黃金，咁樣就係話咁樣意味住佢有更多上漲嘅空間。幾集前我講過，白銀需要收喺32.5美元上方，才能上漲至34至36美元。如果成功企穩喺36美元嘅話白銀正處於重大突破嘅邊緣啦，可能會將價格推向38美元。40美元係今年最終嘅目標。如果跌破30美元咁樣我哋可能會見到跌至27美元添。白銀價格上個禮拜五飆升多過2美元，人們對當前盤整模式突破已經期待已久㗎啦，但最終睇到發生確實令人高興喎。咁樣接住落嚟，我哋應該期待會發生咩事呢？白銀價格會繼續上漲並走高，還是會好快咁樣回落呢？當然呢個係不可能確定嘅，因為每日同埋盤中影響價格嘅因素好多。如果你長期關注白銀嘅價格咁樣你已經知道佢永遠不會直線咁上漲嘅，或者會下降添。所以我哋知道喺呢個牛市中總會有回調同埋盤整嘅，而且幾乎總係以2步走高同埋1步走低嘅模式展開嘅。不過明年白銀價格應該有機會創新高嘅。喺呢個冇股災發生嘅情況下透過查閱上邊長期嘅圖表，我哋可以輕鬆發現未來價格阻力位分別喺35同埋41.8美元嘅區域。而言考慮到上面睇到杯形圖案嘅對稱性，該圖表似乎表明白銀喺呢個48至50美元嘅目標喺呢個2025年某一個時間實現嘅。黃金就屢創新高，白銀終於開始活躍起嚟啦。隨住白銀目前嘅交易價突破34美元一個隱藏需求可能喺不久嘅將來將銀價推向新嘅歷史高位。白銀喺呢個消費電子同埋再生能源嘅應用已經廣泛被報導㗎啦，但喺軍事同埋航空、航天技術中嘅應用則較少被討論。根據耶路撒冷郵報報導，軍方對白銀嘅使用量可能大大超過任何其他行業嘅類別，包括電子、太陽能板同埋投資嘅需求嘅總和。呢啲資訊由白銀市場專家揭示嘅，引發咗關於白銀需求嘅數據嘅透明度及其對白銀未來價格潛在影響嘅重要嘅問題。報導指出，5個美國政府機構，包括國防部、能源部、內政部同埋美國地質調查局，自1995年至1996年以嚟集體停止對白銀庫存嘅報告。貴金屬知名專家 Andy 指出，每一枚戰斧巡航導彈嘅頂端含有500安士嘅白銀，大量白銀需求用於製造火箭啦、飛彈，還有炸彈、炮彈、戰鬥機、衛星、坦克、潛艇、魚雷、夜視鏡、通訊設備、雷達系統、太空技術同埋核子技術。但美國國防部實際使用總量從未報告過。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加劇同埋潛在衝突可能導致白銀極大嘅需求，使白銀喺軍事應用中作為變得越嚟越重要。由於美國係嚴重依賴白銀嘅進口嘅，喺呢個2021年進口咗64億安士白銀，目前79% 白銀來自外部嘅來源。呢個就說明為什麼俄羅斯首次喺預算計劃中明確提到將白銀作為儲備資產之一啦。明顯白銀開始喺俄羅斯戰略資源儲備規劃中佔重要嘅地位。鑑於當前動盪嘅國際局勢同埋對未來通脹預期嘅增強，呢個無疑會推動白銀價格不斷咁創新高，而且白銀嘅漲勢才剛剛開始啫。
美國銀行咧又出事喎。自2019年以嚟咧，美國已經有15間銀行倒閉㗎啦。光是2023年咧就有5間銀行倒閉。2024年10月18號咧，林迪第一國民銀行 The First National Bank of Lindsay 倒閉啦。呢個係今年第2間銀行倒閉喎。呢次嘅倒閉咧，引發咗人們嘅疑問喎。倒閉係由銀行嘅錯誤造成呢，還是可能影響其他機構嘅經濟問題所造成呢？貨幣監理處 FDIC 喺一份新聞稿中表示，喺發現虛假同埋欺騙性銀行記錄以及其他表明銀行資本耗盡嘅欺詐信息後，該機構就關閉咗該銀行啦。圍繞該銀行嘅首席執行官離職嘅可疑細節以及監管機構嘅欺詐指控，給一啲銀行業專家敲響呢個警號。究竟仲有幾多間有同樣問題嘅銀行呢？就基本面而言呢，我哋有鴿派聯儲局同埋即將舉行嘅選舉。聯儲局已經將利率下調50個基點，11月7號再次降息25個基點嘅可能性呢為 95.4%。從歷史嚟睇呢，喺聯儲局最近2次降息週期中呢，金價喺降息後呢飆升約40%。如果呢種模式成立嘅話呢，明年金價可能會達到$3500，白銀呢觸及$35強勁嘅阻力位，價格正在調整。如果進一步下跌呢，則支撐位呢位於$32.5附近。白銀48至50美元嘅目標呢，將喺2025年某一個時間呢實現㗎啦。至於選舉，無論邊個獲勝，亦有可能係另一場2000年選舉結果有爭議嘅事件。佢哋呢都會繼續大規模財政嘅支出，喺利率下降同時推高呢個通脹嘅。中東戰爭等地緣政治可能呢係暴風雨前嘅寧靜，任何敵對行動嘅升級呢都會對世界不利嘅，但通常呢對黃金版係有利嘅喎。隨着美國股價上漲同埋時間嘅推移，股災嘅可能性呢不斷增加。我仍然相信呢次股災呢最有可能喺2024年底至2025年上半年某個時間發生㗎啦。我預計黃金白銀呢將跟隨股市下跌嘅，但只係短暫嘅。然後黃金白銀呢就進入呢個大牛市㗎啦。黃金會升至$4000，白銀亦會升至$100。不過呢，最後都係我嗰句，變幻才是永恆。咁大家就要拭目以待啦。最後，如果大家想請我飲咖啡嘅話咧，香港嘅朋友咧可以掃描左邊嘅匯豐銀行 PayMe， 或者掃描右邊嘅支付寶。而海外嘅朋友咧可以透過 buymeacoffee.com 請我飲咖啡嘅。歡迎大家加入我個 Patreon 成為我嘅會員。如果你仲未訂閱嘅話咧，請你訂閱，因為你嘅訂閱咧係俾我做片好大嘅動力嚟嘅。請按下鐘仔給我點讚。歡迎大家留言，每一個留言咧我都會好仔細咁睇嘅。請睇廣告並將呢集咧分享俾你嘅朋友。多謝大家支持，下次再見，拜拜。